人文讲堂。陈俊义现任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他同时具有中西医资格，并且推动全方位癌症关怀为目标。在忙碌的行医生活当中，他经常参加各种防癌演讲，积极推广防癌、抗癌的知识。作为一个治疗癌症的专业医师，他希望病人越少越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拥有100万人气的癌症关怀网站，也就是化疗俱乐部的创办人陈俊义医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医师，我来自台湾的中部。我平常负责照顾与治疗癌症的病人。我有一个朋友在中部开了一个电器行，有一天我问他说：“这几年来，你的电器行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夏天当然是冷气机，冬天因为中部空气污染严重，卖的最好的竟然是空气清新机。”也因为中部的空污比较严重，所以我的胸腔外科的同事最近的工作量大增，因为他们常常需要做肺癌的手术。而且如果肺癌的病人可以手术，其实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可以手术的病人通常预后会比较好。我有一个女性的长辈，前阵子打个电话给我，急急忙忙的告诉我说，她已经咳嗽了半年多，而且越咳越厉害，看医生。看许多医生都没有看好，他跑去做了医院的检查，医院就跟他安排一个胸部的电脑断层，他发现到说他的右边的肺部似乎有一些异常的情形，他希望我能够把他片子拿去给胸腔外科医生再看看。我真的就把这个片子拿去给我的胸腔外科的同事看一看，但是我这个同事看了很久，他竟然很神的回我一句话：“你这个女性的长辈，虽然她不抽烟，也家里也没有抽烟。”可是他如果家里面住在台中的话，他肺腺癌的机会就很高了。他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身体有一些小症状，长久都没有比较改善，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说他出了一点问题。而且如果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可能要很小心。这时候呢，可能就不可以去看一般的医生，要去看比较专科的医师。很可能癌症已经悄悄的在找上你了。癌症到底是什么？癌症，我们有人叫它炎症，也有人叫它恶性肿瘤。它是一种细胞增生机制出现异常产生这种疾病，细胞就会产生不正常的增生。更简单的说，它就是不受我们身体的控制，产生了不断的增生。当癌细胞不断增生的过程中间，它会形成恶性的肿块，会压迫到局部的正常组织，产生一些疼痛，甚至在局部正常组织这一个压迫之前，它已经透过我们丰富的血液循环跟淋巴循环扩散到全身。癌症这个事件，其实在我们的周遭的亲朋好友来说，是一个时有所闻，而且好像越来越常听到。尤其是当你年纪越大，你的同温层都是年纪大的病人的时候，你会越常听到这件事情。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我们台湾地区不到5分钟，大概4分58秒，就有一位国人罹患了癌症。简单来说，就是变成癌症这个国度当中、这个学校当中的新同学。我刚刚讲我那个阿纪，后来去医院检查，他确定真的是罹患了肺腺癌。在他医生告知他罹患肺腺癌的那一天，他哭哭啼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打电话给我，他真的得了肺腺癌。虽然过去我们对很多的癌症都认为它是绝症，医生遇到了癌症的病人常常束手无策，但是现在的医药科技非常的进步，我们甚至非常多的癌症的病人诊断为癌症后，接受过癌症治疗，目前还生活在我们的周边。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台湾地区曾经罹患癌症，目前也接受过癌症治疗，目前还存活的人有多少人？有将近50万人。所以癌症绝对不是一个铁定要死的疾病。癌症这个疾病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梦魇，因为每一年卫福部都会告诉我们说，癌症又是国人10大死因的第1名，连续37年，堪称是医疗界的学霸。而且呢，每10分钟56秒就有一个人死在癌症。那癌症因为癌症死亡的人数1年来看，它的总体人数是因为意外灾害死亡的人数的7倍之多。所以癌症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听到癌症就会觉得它是会死的一个疾病，可是实际上不然这样子。另外，听到癌症以后，脑海中会浮出来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电视剧当中的这些女主角、男主角得了癌症，要死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医生要帮他打化疗。打完化疗呢，不只会掉头发，甚至会吐得要死。没有错，癌症治疗的病人其实常常因为需要做化疗，化疗真的是会产生一些恶心呕吐的副作用。然而，20年前的病人非常的可怜，但是这几年来医药科技进步的非常多，我们有很多的止吐药被发明出来，所以现在做化疗的病人很少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形。另外，听到癌症想到的第3个印象是什么？癌症的末期，所有的病人都全身痛得要死，痛到要打吗啡。没有错，有30%以上的癌症疼痛确实是痛不欲生，痛得要死。但是现在癌症止痛的模式不是只有打吗啡，我们有一些神经阻断术的治疗，也有一些所谓的荷尔蒙治疗，也有一些同位素的治疗，以及一些放射线治疗。这些治疗其实对疼痛是有很好的帮忙，甚至我们对癌症病人现在的目标，不只是要让病人活得久，还要让病人在癌症治疗期间尽量不要痛，达到所谓的癌无痛的境界。而且最重要的是，癌症病人的疼痛是因为肿瘤没有控制好，压迫到周边的神经组织等等所造成的。所以只要把癌症控制好，疼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其实癌症的治疗当中，确实有一些药物是很神奇的药物，而且它的造价还蛮高的。听说有些癌症的医疗的药物的费用，1年要花1000万以上，这个1000万不是很多人花得起的。可是呢，这些神奇的药物真正可以帮助治疗癌症的情况，是比较少数的癌症是有帮忙的。绝大多数我们普罗大众的所常罹患的癌症，它的治疗的用药，其实台湾的健保都有给付。而且我们给付的药品跟给付的这个所谓的技术，全部都是全世界数1数2的。但是为什么会罹患癌症？我们都知道说，人类染色体有23对，染色体上面有 DNA 有所谓的基因，基因上面有所谓的遗传密码，这些基因就是靠这遗传密码所编译出来的一些基因蓝图，执行它该有的细胞作用。可是这遗传的密码呢，万一本来应该是绿色的密码，不小心有一个绿色的由绿色转成橘色，这个基因的这个密码出错了，这个基因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作用，就会造成这个细胞产生的一些瑕疵品，而且是一个品质出错的细胞，好像我们现在讲的 NG 细胞。好，当这个 NG 细胞出现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自己想办法自我了结，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胞保护机制。可是我们有些人不太一样，他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他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又喜欢吃槟榔，或者是说他也喜欢吃肉，那就有点麻烦了。这些烟酒、槟榔跟红肉，它都有一些致癌的物质在里面。如果这些致癌物质长期的接触到我们的身体里面，长期跟我们有长期的暴露，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容易产生慢性的发炎。一旦身体细胞常常慢性发炎，细胞当中的基因突变的机会就比较高。还有的人呢，是因为感染到一些细菌，或者感染到病毒，比如说 B 型肝炎的带原者，他就感染到慢性的 B 型肝炎的病毒，或者有的人爱吃生鱼片，不小心感染到中华肝吸虫的这种寄生虫，它也会造成这些细菌、病毒、寄生虫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后，会造成一些慢性的发炎，也会造成基因的突变。另外，有时候不小心暴露到过量的辐射线，长期暴露下来，也会造成基因的突变。但是有时候呢，这些的致癌物质可能是从外面来的，我们还可以用一些预防的方法，我们不要有这些坏习惯，或者是我们尽量把自己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照顾好，不要让这些致癌物质暴露的情况可以减少。可是有些人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吃槟榔，非常的养生，最后还是罹患了癌症。就像这一位林小姐，可是林小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为什么她会罹患癌症呢？其实仔细看看，林小姐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致癌的风险，她的妈妈、她的阿姨、她的表哥都先后罹患了乳癌、卵巢癌跟胰脏癌。这个样的例子它似乎有一个遗传癌症的一个家族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病史存在。这样的例子其实在若干年前就出现在娱乐新闻，有一个美国的女明星叫做安吉丽娜·裘丽的，她演过《古墓奇兵》，长得非常的漂亮。在2013年，她是全世界最红的人。怎么说呢？她红到可以上《New York Times》时代杂志变成封面。那为什么她这么红呢？2013年，她跟全世界说，她没事跑去把双侧乳房给切了。没多久，她又跑出来跟全世界人讲说，她又把她的双侧卵巢跟输卵管都给切了。
他的妈妈在56岁的时候就因为卵巢癌而过世，他的外公、舅舅、他的表姐也先后罹患卵巢癌、摄护腺癌、胰脏癌过世。裘莉从小到大就看到他许多的亲人因为癌症需要接受痛苦的治疗，也因为癌症而过世。他一直怀疑他是有一个癌症遗传家属史的一个人，于是他去找医生去做了一些检测，就发现到说他确实带有一个先天性乳癌跟卵巢癌的一个遗传的基因，而且医生经过他的一些基因的资料的分析，发现到他这辈子罹患乳癌的风险高达9成，罹患卵巢癌的风险高达5成。他身体上确实带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一个定时炸弹的基因，什么时候会爆不知道。他很怕说，他也因为罹患癌症，让他的小孩看到他小时候的事情也就发生了，因为他做癌症治疗很痛苦而伤心，更怕他的小孩因为他罹患癌症而离开了他们。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他就及早的把这个定时炸弹的基因给拆除，于是他就把乳房跟卵巢可以做所谓的切除。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预防癌症，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先去避免一些致癌物质的暴露，培养好一个良好的健康习惯，让这些致癌物质不要跑进来。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先天性致癌的遗传癌症的体质。我们常说先天不良，后天又失调，事情就变得很大条。那这个基因出现的突变的时候，细胞会开始想要变坏，想要做坏勾当。可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好的免疫系统，就好像我们这个社会，当有人想要干坏事、干坏勾当的时候，如果警察是非常的尽责，就把他们揪出来，把它清除掉。同样的是，在我们细胞里面，基因产生的突变，如果免疫监察系统可以尽忠职守，它就会把这些坏细胞揪出来。但是如果免疫系统就像这个警察睡着了，他就不会去把这些坏细胞给揪出来。这些坏细胞觉得家里没大人，家外面没警察，他就开始作怪，就从正常细胞转变成癌细胞。当他从正常细胞转变癌细胞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夺取身体的资源。然而，一个癌细胞夺取身体的资源，它的效率不好，他要做什么？他要开始有徒子徒孙，大量的繁衍他的癌子癌孙。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所谓的徒子徒孙，就可以帮他更有效的夺取你身体的资源。所以，我们对于癌症治疗，就根据刚才讲的一些道理，基因突变的问题会让细胞变坏。如果免疫系统又失能，没有办法去监控这些坏细胞，再加上出现了一些癌细胞大量增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标靶药物来矫正基因的缺失，也可以用一些免疫药物来恢复我们的免疫的一个缺失的情况，也可以用化疗跟放疗来毒杀这个大量增殖的细胞。所以其实癌症治疗有刚才讲的这些治疗方式，但是还有一些手术等等。所以我们现在癌症治疗呢相对比较复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武器越来越多，我们对癌症的细胞的一个生物行为越来越了解，所以每个癌症的治疗呢会越来越不一样，甚至每个癌症治疗呢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别的加入，甚至我们还会根据每个人罹患癌症的基因状况不同、背景状况不同，研制出很多的个体化治疗。所以听得多这么多治疗，大家不会觉得很烦吗？确实是很烦。很多癌症病人在刚听到得到癌症的时候，先被吓死。等到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重拾信心，决定要跟他一战的时候，开始听到医生讲一大堆专业的名词，这些治疗太复杂，复杂到说他还要看很多医生，他要看的医生可能可以组成篮球队、棒球队这么多，所以他觉得很烦。不过在台湾千万不要很烦，因为我们现在来治疗有很好的一个医疗团队来协助你，甚至有个案管理师来辅导你，甚至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心情忐忑不安、七上八下。我们台湾也有配备癌症的心理治疗师来协助你心理的调整。我刚刚讲的，我的那个长辈阿纪啊，他知道我要来上这个节目，上个礼拜特别交代我要把他的心情故事跟各位分享。他最近因为罹患了肺腺癌，经常出入医院。他有一天骑着摩托车去医院，但是他本来想要把机车停到医院的停车场，可是医院的停车场要跟他收10块钱。他不太想花这笔钱，索性就把机车随便停一停。结果呢，从医院走出来，就发现他的摩托车上多了一张单子。这张单子是波利斯大人警察贝贝送给他的一个600块的罚单。这时候他气得牙痒痒的，他说：“早知道我花10块钱去停车，我就不用收到600块的罚单。”似乎跟他现在的情景很像。他现在花大钱，花很多的心力去到医院去做治疗。
如果有人告诉他可以预防癌症，花小钱就可以防大病，如果他认识哆啦 A 梦，他时光可以倒转，他绝对选后面的方式。我们每次都遇到生大病、重大病，才要去花大钱抢救生命。可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养，完全不如你骑的摩托车，比如你开的车这么爱护它。我们也花很少的钱去做健康保险的投资。反观欧美人士完全不一样，欧美人士是花大钱在保养身体，花第二多的钱在做健康保险的投资。所以我们讲了非常多预防癌症的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改变大家的健康支出、健康投资的思维。古早人讲过一句话：阿能卡巴马旁。我们用了很多预防癌症的方法，难免会有百密有一疏。万一我们这些预防癌症的方法可能效果不佳，突然之间身体窜出了癌细胞怎么办？我们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告诉我们是说，从身体出的正常细胞产生基因突变，变成轻度异常的细胞，然后还在经过一连串的基因突变，才会变成中度、重度异常细胞。这时候，如果免疫的监察功能失灵了、失能了，这时候癌细胞就会跑出来，变成早期的癌症。从早期癌症是从0期的癌症，再变1期，再变2期，再变3期。所以在从正常细胞到0期癌症的过程中，其实它是一连串的基因变化，好像那个骨牌效应环环相扣。在这个骨牌效应的过程中间，其实它大概经历的时间有10到20年。其实各位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可以在癌化过程中间，从正常细胞变成0期癌症的过程中，很有时间、很有机会去预防它。只要在这个骨牌效应在进展过程中间，你随时用有效的方法来做预防，基本上可以让这个骨牌效应的进展瞬间停止，甚至还可以逆转回来。我们常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当有万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怎么做？早点把它找出来，早点把这些早期癌症的病灶找出来，清除掉它。当没有早期的癌症的时候，会不会有2期的癌症？会不会有3期甚至晚期的癌症？是不是可以避免生命走到尽头这一天的事情发生呢？根据这样的想法，我们政府对于国人常见的癌症，而且这些癌症是有效筛检的工具的癌症，我们提出政府提供各位4大免费的癌症筛检。举例来说，50岁以后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政府会希望我们的民众50岁以后每2年做粪便潜血的检查，一旦粪便潜血检查发现有异常，再来做大肠镜的检查，可以把早期的大肠癌的病灶揪出来、找出来，这样子晚期大肠癌的机会就会减少许多，我们大肠癌的死亡率就会降低许多。那可是这些免费的癌症检查呢，大家都觉得说免钱可能效果比较不好，就会想说要去做那个越贵越好的检查，越贵的检查越好，或者是越高科技的检查越好。可是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每一种的癌症都有它比较适合的癌症筛检的方式，并不是越贵的越好。而且重点是，越贵的不代表它的灵敏度是100%、100%是正确的。另外，目前并没有一种癌症筛检的技术非常靠谱，用一种癌症的检查就可以去筛检出多种的癌症。所以外面有一些坊间在推什么1滴血验癌症，其实我们医界对这个做法是颇有维持的。应该根据你罹癌的风险做所谓的个体化癌症的筛检。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 B 型肝炎的带原者，你要做的癌症筛检不是去做那很贵的正子检查，反而是每半年应该要进行的是抽血检查，验验你的肝功能，验验你的肝癌的肿瘤指数，顺便再做一个腹部超音波。当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才去做核磁共振的检查，这样的筛检效能会比很贵的检查要来得好。我们刚刚讲过，基因的变异、基因的突变产生了一些致癌性突变，会有坏细胞。但是如果免疫系统像图上的这只猫，看到老鼠完全不抓老鼠，还跟他讲说有空常来玩，这样子不就糟了吗？所以我们能够让这个免疫系统强化它的免疫监察的功能，是不是对癌症预防会是一个更好的，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呢？没有错，强化免疫力可以借由几个方式：天天吃5蔬果，5个分量的水果，再加上远离一些微波加工食品或者一些加工肉饼。另外还可以做运动。大家会觉得说运动可以预防癌症，这是什么？运动不是只是强身，然后可以让你的体魄更好吗？那其实运动目前建议的运动的方式有2种，一种叫有氧运动，就是运动以后心跳会加快的。那你之前建议至少1周要有150分钟的比较轻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走路散步，或者是重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另外，目前的运动方式还会建议的就是它搭配的重训。
我们会观察到癌症的病人肌肉质量越少，他的存活率会越低，复发几率也越高。所以如果把肌肉的质量强度加强，癌症复发风险会下降。现在也发现到说，如果有氧运动搭配重量的运动，这些重量的训练可以由举重、举哑铃或者是蹲马步的方式来加强你的免疫功能。我们在2016年的一份研究也发现到说，运动可以降低13种癌症的风险，甚至你看一个叫10大癌可以降低多少风险？降低42%的风险。另外，在运动的同时，如何可以搭配饮食的控制、理想的体重的维持，有助于说你的防癌的功能的提升。过去冰箱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大概要把食物保存得好，就要加一些腌制、烟熏的东西。这些腌制、烟熏的方式来保存这个食物的新鲜度。如果腌制、烟熏的食物吃多了，其实它得到胃癌的机会就会比较高。所以在1978年，其实开始韩国的家庭有所谓的冰箱。当冰箱介入以后，其实韩国人吃泡菜跟吃腌制的萝卜的机会就比较少，他们的胃癌发生率就下降，胃癌死亡率也跟着下降。另外，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台湾在民国73年开始实行 B 型肝炎的全面的注射。当 B 型肝炎施打之后，其实会造成 B 型肝炎引起的肝病、肝癌的风险会下降。但是民国73年前出生的人就没有这么幸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肝癌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73年次出生以后的发生比例确实有明显下降。73年次以前，因为你没有打过 B 型肝炎疫苗，你得肝癌的风险就真的有比73年次要来的高。还有一种癌症叫子宫颈癌，它其实95%是因为人类乳头病毒感染。所以如果在年轻的女生在还没有暴露到人类乳头病毒感染的时候，我们就给她施打子宫颈癌的疫苗，她们身上就有主动的免疫能力，可以去对抗人类乳头病毒，这样子子宫颈癌的发生率就会下降。澳洲在2007年就开始施行了子宫颈癌疫苗的全面施打，所以在10年后，澳洲人的子宫颈癌的发生率是每100万的妇女只有7个妇女是罹患子宫颈癌。反观我们台湾是这个数字是多少？是37，高出人家将近6倍。而且澳洲政府甚至这样宣称，它如果持续做下去，在2060年，澳洲这一块的大陆上面将没有任何子宫颈癌的病人。在2年多前，台湾政府也开始效法澳洲政府，我们也开始对国中女生全面实施子宫颈癌的疫苗的施打，也希望这样的施打方式可以让台湾的未来的这些母亲们免于子宫颈癌的困扰。我们都知道说，台湾4周环海，其实在海边戏水常常有所谓的溺水的风险。我们要怎么样去防止溺水呢？其实不是叫我们的小孩子，不是叫我们的国人不要去海边，我们应该是要告诉他的是说，你应该去学习怎么了解海洋，怎么去了解水性，怎么样去学习游泳，这样子是不是可以预防溺水风险的机会呢？从致癌，然后再学习防癌，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去真正的预防癌症呢？我是陈君毅，正确认识癌症，让你赢在无癌人生的起跑点。很多罹患癌症的人会说，癌症找上门，人生就从彩色变成黑白。不仅生活与工作受到影响，治疗癌症的花费更是可观，而且也会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陈俊毅医师提醒我们，维护健康是人生最好的投资，而且健康投资要趁早。谢谢陈俊毅医师，人文讲堂，我们下次见。